2016年他拉了他一把，10年后他们顶峰相见，被忽略的程毅与赵丽颖。昨天晚上本来在刷手机准备睡了，结果刷到一条视频，是2016年青云志发布会的一个片段，就10几秒。但我看完之后翻来覆去想了很久，因为那10几秒里藏的东西比很多长篇大论说的都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016年7月13号，腾讯视频搞了一个青云志的仙侠盛典发布会。这部剧阵容很强，李易峰、赵丽颖、杨紫、程毅、秦俊杰、TFBOYS 基本是当时内与顶流半壁江山。现场有个环节，大家一起切蛋糕庆祝，然后就出事了。也不算出事，准确说是出了一个很多人当时根本没注意到的细节。礼仪小姐给主演们分发切蛋糕的刀，发到程毅的时候直接跳过了，没给他，程毅就站在那儿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周围所有人都拿着刀准备切蛋糕，就他两手空空。他是这部剧的男3号啊，演林惊羽。但那个时候的程毅，说实话，怎么说呢，在那个阵容里他就是咖位最低的那一个。李易峰是男1号，当时正红的发紫。赵丽颖刚演完《花千骨》，国民度爆棚。杨紫也是从小就有观众缘。程毅呢，一个出道好几年，试戏被拒无数次，甚至被导演当面劝过改行的年轻演员，所以礼仪小姐跳过他，你说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？其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那个场合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因为在娱乐圈的逻辑里，资源、注意力，甚至一把切蛋糕的刀都是按咖位分配的。你不够格，你就是隐形的。但有一个人看到了赵丽颖，他注意到程毅手上没有刀，直接伸手把他拉过来，一起切，就这么一个动作。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台词，没有任何刻意表演，他就是看到了，然后做了好。到这里，如果这只是一条暖心小新闻，那讲完了，很温馨，很感人，完事儿。但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。我想从这把刀开始，一层一层往里挖。先说第一层，你看到的是一个暖心的瞬间。前辈照顾后辈，赵丽颖人好。对，没错。但太表面了，绝大多数人看完这个视频的反应就是好暖啊，颖宝人真好。这当然是对的。但如果只停在这一层，你就浪费了这个细节能告诉你的东西。第二层，很多人没注意到的，为什么礼仪小姐会跳过程毅？你以为这是个意外？我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，在内娱的活动现场，谁该被照顾，谁可以被忽略，很多时候是有默认排序的。这个排序不写在任何规则里，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程毅当时在青云志里演男3号林惊羽，他是欢瑞世纪的签约艺人，但在公司的资源分配里排在非常后面的位置。那个时候欢瑞重点推的是李易峰和杨紫这个级别的，程毅就是你知道吧，就是顺便带上的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后来有人扒出来，程毅不只是在这个发布会上被忽略，他后来拍另一部剧，自己是男主了，开机仪式上发红包环节，工作人员又把他跳过了。男主角啊，你能想象吗？所以那把没递到手上的刀不是一个偶然事件，它是一种系统性的忽视。在娱乐圈，没有名气的人不是被欺负，是被当作不存在。这比欺负更残忍，因为欺负至少说明你还被看见了，而赵丽颖为什么能看到？这就要说到她自己的经历了。赵丽颖是河北廊坊农村出来的，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显赫背景。她07年通过冯小刚的选秀节目入行，之后足足当了将近6年的背景板，演丫鬟，演女配，演那种镜头一晃就过的角色。她太知道被忽略是什么感觉了。所以当她看到程毅站在那里两手空空的时候，她不需要思考，不需要权衡我拉他会不会显得我多管闲事，她本能的就伸手了。因为她经历过能看见别人的窘迫，往往是因为自己曾经窘迫过好。第三层，真正的问题。这里我想聊一个更深的东西。
那就是内娱的咖位制度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全世界所有的娱乐产业里，中国的咖位等级感可能是最强的。韩国有前后辈制度，但那是基于年龄和入行时间的，有章可循。美国好莱坞讲的是票房号召力和奖项，也算有据可依。但中国内娱的咖位，说白了，是一个混合了流量、资本关系、公司背景、番位谈判，甚至玄学，对，就是命的综合体。在这个体系里，成毅2016年的位置就是有戏拍，但没人记得你。你在剧组有工位，但在行业里没有坐标。这部分我得说，我不是100%确定具体的内部细节，但根据后来成毅在袁咏仪那个节目里自己说的，他早年试戏被拒是家常便饭，有导演和制片人直接告诉他你不适合做演员，改行吧。这种打击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分量太重了，但他没走。他说了一句话，少抱怨，多做事，准没错，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知道从2016年到2020年成毅靠琉璃红起来，中间这4年他在干嘛吗？拍戏，不停地拍戏，什么角色都接，什么苦都吃，受伤了拄着拐杖也被催着上场。这不是励志鸡汤，这是真实的内娱底层生存状态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，第4层也是最后一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2025年1月，腾讯星光大赏，成毅和赵丽颖坐在了相邻的位子上，两个人都获了奖。镜头多次拍到他们交头接耳，有说有笑。有人拍到成毅看见赵丽颖坐下来的瞬间，嘴角立马上扬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。网友说了一句话，这才是顶峰相见。赵丽颖之前说过会和成毅顶峰相见，2016年说这话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客套。成毅那时候连一把刀都拿不到，谈什么顶峰？但2024年，赵丽颖凭风吹半夏2封金鹰视后，加上之前的飞天奖，3座奖杯在手，稳居85花绝对顶峰。成毅呢？琉璃爆了，莲花楼更是播完2年，还在全网前10霸榜。2025年赴山海定档，2026年初跟欢瑞合约到期，恢复自由身，成立个人工作室，他终于拿回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主动权。你看，10年前那个连切蛋糕的刀都拿不到的人，现在8部剧全网曝光均破100亿。10年前拉了他一把的那个人，现在是内娱女演员里奖项含金量最高的之一。我说句我自己的感受啊，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想了一晚上，不是因为它有多戏剧化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。娱乐圈每天都有人被忽略，每天都有人连一个正眼都得不到。在这种环境里，能在你最不起眼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，不需要帮你拿资源，不需要帮你上位，就只是在所有人都假装看不见你的时候，把你拉进那个圈子里。这种善意的分量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读到这里，我差点跳过，还好又想了一遍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不是赵丽颖人好这件事，而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个演员伸手拉另一个演员切蛋糕这种事感动？因为这说明，在这个行业里，这种基本的善意是稀缺品，稀缺到它发生的时候会成为新闻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，不是善意稀缺，是在咖位制度下跨越等级的善意稀缺。同等级的人互相帮忙，大家觉得正常。但一个顶流女主动去照顾一个不知名男三，在很多人的逻辑里，这是没必要的。赵丽颖做了一件在娱乐圈没必要的事，这才是她珍贵的地方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赵丽颖不只是对成毅这样，后来有人整理过，她在很多场合都会照顾到身边咖位比她低的后辈，不是那种表演给镜头看的照顾，是那种你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的小动作。这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。一个从农村走出来当了6年背景板的人，他骨子里的底色就不是那种我红了我就高高在上的人，他记得自己是怎么过来的。所以最后我想说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如果拍成电影，大概会被嫌太狗血太俗套，
底层小演员受尽冷眼，有人在最低谷拉了他一把，10年后翻身。是啊，听起来像编的，但问题是，它是真的。程毅现在拿回了自己的主动权，赵丽颖依然在行业顶端。他们可能以后会合作一部真正的男女主戏，很多粉丝都在期待。不管这事儿成不成，2016年那一把已经足够了。有人说过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善意，不是在别人跌倒的时候扶他起来，是在所有人都假装没看见的时候，你看见了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到，点个赞分享一下。我们下期见。